老孙，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啊？我和我老婆来你们医院做个常规体检，你还让我单独进来聊一下，搞得很严重一样。林勇，不是很严重，是非常严重。你看这里，你老婆李婷婷已经是肝癌晚期了。什么？肝癌晚期？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婷婷还这么年轻。小孙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看仔细一点啊！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！兄弟，我会拿这种事跟你开玩笑吗？请相信我的专业，确定是晚期了，而且非常严重，必须在1周内做肝移植手术，它才能保住命。但肝移植手术至少需要50万的手术费。50万？对，50万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费用太高的话，保守治疗也……不，老孙，我就算砸锅卖铁，就算去卖血卖肾，也一定要给婷婷做移植手术。你一定要帮我。好，那你去办一下手续，我这边尽快替你们安排。运气好的话，这1-2天说不定就能匹配到合适的肝源。多谢，多谢。这里有1万块，你先拿着用，什么时候手头宽裕了再还我就行了。老孙，大恩不言谢，我就不和你客气了。老婆，你这个老同学在这当医生，体检也没说给我们便宜点儿。你们怎么说了这么久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他是跟我说，哎，没事，老婆，就是我检查出一点小问题，老孙叮嘱我注意作息，我先去交钱。唉，真可怜，肝癌到了晚期才发现，只有1周内做肝移植手术才能保住命。我听说手术费要50万呢，看着也是工薪家庭，难啊。你们说什么？他肝癌晚期，手术费还得50万？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说错话了。具体情况您问你老公吧，我们快走。肝癌晚期，1周不做手术就要死了，还要50万手术费，会气死了。当初就不该嫁给这个窝囊废。婷婷，林勇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说。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你呢？我有点事儿出去一趟，你先回家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等会儿去菜场买菜，今晚给你做好吃的。我什么都不想吃，看着你就没胃口，你赶紧走吧。老板，是我林勇，我家里出了点事儿。你上次说的那笔项目研发奖金，我想向您申请提前预支。什么？10万？太谢谢您了，我这就把银行卡号发过去。说，是我林勇，我想借点钱。居然还想借钱做手术，不行，这钱不能花在你个短命鬼身上。亲戚朋友同学都借遍了，加上之前存的钱，终于凑够50万，太好了！只要老孙那边一有肝源的消息，婷婷就能做手术了。您好，麻烦您把卡里的存款都取出来。先生，您卡里没钱。怎么可能？我自己有20万的存款，今天又借了一大圈，一共凑够了50万，怎么会没了？记录上显示，10分钟前你账户里的钱全被转进了一个叫李婷婷的账户。婷婷转走了，她确实知道我的密码，可是她为什么？老婆，林勇，你立刻回家，我有事和你说。老婆，你怎么把我卡里50万全转走了？赶紧把钱给我！把钱给你，你做梦！李勇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到处借钱了？你借这么多钱想干什么？说！婷婷，你不要激动，听我解释。这些钱我借来不是要给自己花。上午在医院，医生说你得了肝癌对吧？还是晚期？什么？我得肝癌？老婆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啊！还不承认？护士都说你只有1个星期的命了，你还装什么呢？而且做器官移植手术得50万，你找我要钱，不就是为了去做手术，为了救你这条贱命吗？老婆，
这50万确实是用来救命的，但是没什么但是。我弟弟都在网上查过了，肝癌晚期就算治好了，身体也会非常差。到时候你还能上班赚钱养家吗？难道指望我下半辈子照顾你，给你当免费保姆？你做白日梦。要我说呀，都肝癌晚期了，认命不行吗？就是姐夫，大男人别贪生怕死，行不行啊？婷婷，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。医院那边我已经交了申请，说不定这2天就能排到肝源。可如果不缴50万手术费，就算有肝源，也轮不到我们。人命关天，你赶紧把钱拿来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林勇，你别做梦了，就算排上了肝源，你真觉得你这条命值得我拿50万去救？你什么意思啊，李婷婷？我再说一遍，肝癌晚期是等不起的。万一错过了肝源，你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后悔？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实话告诉你好了，这钱花在谁身上都不可能花在你身上。我弟弟正好想买一辆宝马5系，我已经把钱借给他了。什么？买宝马？姐，钱还在你账户里吧？你先转给我。林勇，你有病吧？这钱是我姐借我的，和你有毛关系啊？而且我钱都已经转给 4S 店了，花光了。那退了，赶快打电话给 4S 店，现在退还来得及。我购车合同都已经发朋友圈了，我女朋友、我同学都知道我买了宝马，要我带他们去兜风呢。把车退了，我的面子往哪儿放？面子？面子比你亲人的命还重要吗？亲人？这50万有20万是我存的，还有30万是我借遍了亲朋好友才凑齐的。老婆，人命关天啊，你让你弟弟赶快把车退了好吗？不然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我后悔，我最后悔的就是嫁给了你，没本事赚不到钱，还是个短命鬼。你不是会到处借钱吗？那么想做手术，现在再去借啊！我倒要看看谁还会借给你。李婷婷，你怎么就不明白？都是为了你，我才厚着脸皮到处借钱，亲朋好友都借遍了。你现在让我再去借，我还能去哪里借？林勇，你能不能别恶心我了？明明是为了自己，明明是自己怕死，还说是为了我。行，我现在不想和你吵。你们不想退，我自己打给 4S 店，让他们把车退了。您好，这里是江城宝马4S。王八蛋，你干什么？谁让你动我手机的？王八蛋，你敢打我儿子！林勇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一个窝囊废，装什么装？老婆，你知不知道这50万是救命钱？如果没有这笔钱，就算医院帮我们匹配到了肝源，也没办法做手术。我知道你弟好面子，想买豪车装逼，可面子难道比命还重要？你这条命怎么可能有我儿子的面子重要？林勇，不是我说你，肝癌还是晚期，你觉得有必要治吗？妈，你行了，林勇，这钱与其浪费在你身上打水漂，还不如给我弟弟买宝马。你这个当姐夫的，替小舅子牺牲一下怎么了？牺牲？李婷婷，你让我牺牲？兄弟，你们运气真好，今天医院正好有人捐献了匹配的肝源，你50万凑齐了没？赶快来缴费，我今天就可以安排手术。姓孙的，我是林勇的妻子李婷婷，我做主。这肝源我们不要了，手术我们不做了。什么？嫂子，你知道多少人等着这肝源？你这次放弃的话，短时间内绝不可能再找到匹配的肝源，这样的话就没命了呀！你确定要放弃？我确定，我们老孙，我们不放弃，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。我今天一定想办法把50万手术费送过去。婷婷，算我求你了好吗？把车退了，把钱拿回来行吗？不就是一辆宝马，等做完手术治好病了，我再给你弟弟赚钱买就是了。到时候别说宝马，就是保时捷我都买给他。林勇，你要不要脸啊？贪生怕死，肝癌晚期，你就算治好了也是一个废人，还买保时捷，你配吗你？抢你妈呀！如果我是你啊，有时间在这里撒泼打滚，还不如趁早去选一块风水宝地，别死了以后都没地方埋。姓孙的，我再强调一次，这手术我们不做，这肝源我们不要，林勇他不配。什么？林勇不配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是林勇得了肝癌，你决定放弃给他治疗？对，没错，放弃，拿50万来治，他配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不做这器官移植手术，肝源也不要了？我确定。好，那一切后果你自负。林勇，现在钱没了，
肝源也没了，你可以安心等死了吧。我告诉你，你想要坑我门都没有。你真的完了！你这个蠢货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啊？做了什么？当然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你借的钱你自己还，我1分钱也不会出。而且你都快死了，我就不信等你死了，那些债主还好意思来要钱。说起来，这倒是你做的唯一一件好事。蠢货，你个蠢货！你这是自掘坟墓，自己找死！李婷婷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你们一家子都看看清楚，得了肝癌晚期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到底是谁？这种晦气玩意儿有什么好看的？林勇，你以为把这病历本晒出来，我们一家子就会同情你？就是，别说你只是肝癌晚期，现在还没死，就算你死在这里，我们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林勇，既然确诊了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万一你身上的病毒传染给我们怎么办？李婷婷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和你不一样。如果我真的得了肝癌，我肯定不会回来拖累你的。反倒是你，连病历本都撕了，等知道真相的时候别哭。你装什么装啊，林勇？还真相？真相就是你是一个厚颜无耻的胆小鬼，死皮赖脸的到处借钱想要肝移植，最后还不是想要赖上我，赖上我们家吗？好，李婷婷，你自己断绝了自己知道真相的机会，等你过几天再发现，恐怕就晚了。过几天发现什么？发现你挂了，我就后悔了。我告诉你，哪怕明天我就当了寡妇，我都不可能后悔。但如果让你去做肝移植手术，花光50万，我才是后悔的肠子都要青了。原来在你们眼里，我一直都是个小丑。就是我女儿这身材这脸蛋儿，离开了你还不是随随便便嫁个有钱人？林勇啊，你也别怪我女儿绝情，趋吉避祸，人之常情。你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是婷婷得了肝癌晚期，你会砸锅卖铁的救她吗？你会像自己怕死一样到处借钱上蹿下翘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不会砸锅卖铁的救她？你们一家子掉钱眼里了，就以为别人都跟你们一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是我自己肝癌晚期，我说不定真的会放弃；而如果是她肝癌晚期，我一定会选择救她。不过，那是之前。现在我算是真正看清你们了。得了吧，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还放弃自己救婷婷，你说这种鬼话你自己信吗？行了，林勇，我承认，结婚这几年你对我很好，我对你多少也有点感情。但俗话说得好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你有你的晚期肝癌，我还有我自己的幸福人生，我不可能为了你毁了自己下半辈子。好一句大难临头各自飞，那不知道李婷婷你打算怎么飞啊？林勇，趁着你还没死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我全心全意为了你，换来这样的结局。怎么还不同意离婚？你一个大男人准备恬不知耻的赖上我，让我为你的癌症兜底。林勇，你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？我无耻？行，你教我的大难临头各自飞嘛。离婚我当然答应，但我告诉你，等你发现真相后悔莫及的时候，你就算跪下来求我也不会回头。我跪下来求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还后悔莫及？老娘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明天下午3点我们民政局见。你放心好了，我肯定准时到。婷婷，我最后劝你一句，你去医院检查下吧。谁让你碰我的？你在这装什么好人？装好人也没用，我也不会同情你。去什么医院？我好着呢。我话已经说了，你不听我也没办法，别到最后你连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。林勇，你王八蛋！你自己得了肝癌晚期，快死了，你居然还诅咒我！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林勇，你再咒我姐一个试试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！给我滚出去，这个家不欢迎你！妈，我得去厂里一趟。林勇这家伙贪生怕死，万一他找厂里同事借钱去做手术，我们现在还没离婚呢，我可不想帮他承担债务。林工这手技术不是吹的，在我们大洋机械厂，只有他能把零部件从0.01毫米的精度打磨到0.003毫米，相当于头发丝的1/25。怪不得一个月拿1万2，年终奖也有好几万。这有什么好吹的？他一天能磨出几颗钢珠？哼，你懂什么？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愿意琢磨这种手艺活？这可是真本事。听说之前就有大集团高价挖他，
但是他念着老板对他有恩，才一直留在我们这小厂子。说破天不就是一个钳工，说的好像没了他，我们厂就会倒闭一样。现在这时代，需要的是我们这种高科技人才，而不是什么钳工。我可是听说，老板从德国进口了一套最新的数控机虫，打磨精度是全球顶尖的。等这2天安装完毕，这种只会手工活的家伙，只能被淘汰。德国的高级设备确实先进，但是也别小瞧了工人的手艺。年轻人学历高、文化高是好事儿，但看不起我们这些钳工，可是要吃大亏的。林工，你别生气，他不知道您的本事，我可是见识过的。有啥本事？一把锉刀磨几下的技术，我就不信除了我们厂还有谁要你。林工，您好，我是天盛工业集总裁苏瑶。之前我们的邀请，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？如果您愿意加入我们天盛，可以直接担任首席工程师，年薪至少7位数，而且我还可以一次性预付你一大笔奖金。苏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板对我不错，我暂时不考虑其他机会。林工，我们是真心希望你过来入职。这样吧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天盛工业集团，我苏瑶亲自过去接你。感谢苏总好意，我现在还是不考虑了，再见。苏总，你可是百亿上市集团的总裁，大洋那种小钳工哪值您亲自邀请？他居然不知好歹，敢不答应？你可别小看他，他一把锉刀能磨到0.003毫米，相当于头发丝的1/25，这是大国工匠。没有林勇这双手，大洋机械厂哪有今天？早就倒闭了。区一个钳工能左右厂子兴衰？根据我得到的内部消息，美国的一个大客户就是看中他的精度，准备和大样机械厂签署10个亿订单。有时间在这里闲聊，不如去琢磨一下技术。说到底，我们都得靠技术吃饭。什么时候了？你还有心思琢磨技术？林勇，你这副样子准备装给谁看？你还没去医院，真不要命了。还在这危言耸听，你还是关心一下自己吧。你以为每个人都和你一样，马上就要死了？婷婷，林工是不是又只顾加班忘记回家了？哼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，我一定好好说说他。怎么，他还没告诉你们吗？根据今天早上的体检结果，你们这位林工已经肝癌晚期了，最多还能再活1个星期。李婷婷，这里是工厂车间，不是给你造谣生事的地方，你给我出去！我也是大洋机械厂的员工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出去？怎么，把我赶走，方便你跟大家借钱，对吧？借钱？你们听好了，这位林工贪生怕死，想要问你们借钱去做肝移植手术，你们借不借我管不着，但我提前告诉你，我和林勇明天就要离婚，你们借钱给他，等他挂了可不要来找我。林勇，你也别怪我，毕竟我是不可能为你承担债务，我倒要看看谁还会借钱给你这个快死的人。李婷婷啊，李婷婷，你这个心思歹毒的女人，你以为你堵住的是我的活路？呵呵，很快你就会知道，你堵住的是你自己的生路。你说谁心思歹毒呢？明明快死了，还到处借钱，还诅咒我。我看心思最歹毒、最不要脸的人，就是你。你怎么？你还想打我？来啊，你打一个看看啊！你敢打我？你居然真的敢打我！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你让我打的，我只是满足你的要求罢了。我要报警，我要告你家暴，我要让你死都死在牢房里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老
老板，林勇，你们小夫妻在车间里吵什么吵？好好哄哄你老婆。这么漂亮的老婆，你小子别不知道珍惜，是吧，婷婷？老板，你还不知道呢，我和林勇明天下午就要去离婚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林勇这家伙明明得了肝癌晚期，却一直瞒着我，而且他还到处借钱，想要我帮他还债。什么？林勇，你在我这儿预支了项目奖金啊，有10万块呢，怎么还到处借钱？老板，那你这10万块可就打水漂了。医生说他只能再活1个星期。什么？只能活1个星期了？1个星期之后就要挂了？没错，他得了肝癌，还是晚期，确诊报告我都看到了，能再活1个星期都算他命大了。林勇，你这个混蛋，临死了还要从我这儿骗了10万块！骗？那10万块是我的奖金啊，本来早就该给我了，是你一直拖着没给。急着凑钱救命，怎么能说是骗你钱？我擦，你还敢顶嘴！我告诉你，你被开除了。那10万块的项目奖金，立刻还给我，否则我弄死。什么？就因为他几句胡编乱造的话，你就要开除我？马上要死的人了，我不开除还留着你，等你死在工厂，我要赔你多少钱啊？老板，我在厂里这么多年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帮你赚了多少钱？远的就不说了，这一次要不是因为我的手艺，厂里能拿到大客户10亿订单吗？哼，林勇，你真脸很大呀！今天下午我从德国进口的高级设备就要到了，在德国机器面前，你那点本事算什么？机器比你做的更快更好，你呀已经被淘汰了。如果你没得肝癌，我还能再养你1年半载，帮我调试机器。可惜你要死了，谁还会在你身上花冤枉钱？德国的高级设备，我承认，那确实是全球最顶尖的技术，但是它再顶尖，也达不到我手工的精度。得了吧，林勇，都要死的人，能不能别吹了？你那点手工活儿，也配合最先进的高级设备比？白日做梦。好了，林勇，别在这里废话了，把10万块还我，然后滚蛋。好，10万块是吧？你放心，我1分不少的还给你。李婷婷，把我的钱还给我。跟你说多少次了，钱被我弟弟拿去买宝马了，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你不是有本事到处借钱吗？10万块你再去借不就行了？说的那么硬气，原来没钱啊！但是我的厂子不是做慈善的，你不把钱还回来，我就告你诈骗。杨启正，我真是没想到，我为你累死累活这么多年，你就这样卸磨杀驴？好，是我林勇这么多年瞎了眼。你放心，只要我一句话，10万块而已，马上就会有人把钱送过来。不过到时你可千万不要后悔。一个马上就要挂了的病痨，还让我后悔，你配吗？苏总，你们天盛的邀请，我同意了。我现在在大洋机械厂，您方便的话，请半个小时内把您说的那笔预付奖金一起带来。林勇，你在这演什么呢？你的意思还有人专门开了高薪挖你这个钳工，还预付你一笔奖金？你电视剧看多了吧？当自己是什么高级人才啊？我真没想到，我为厂里带来那么多效益，你表面和我称兄道弟，实际上却这么看不起我。呸！一个破钳工就有那么一点被淘汰的技术，还指望我这个大老板看得起你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好，半小时内钱就会送过来，我也会加入天盛工业集团。到时候美国那个10亿订单没了，你可别哭。
天盛工业集团，我们江南省的龙头集团，就你一个钳工，你也配？来人，看着他，今天下班前他拿不出10万块，就打断他的腿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苏总，怎么了？刚刚林勇答应我们的工作邀请了，好久没见您这么开心了。走，跟我去迎接我们的首席工程师。婷婷，你今天做得很不错，提前把那个病疗的情况告诉了我，为我们厂挽回了不少的损失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老板，我那个窝囊废老公马上就要死了，要不你帮我介绍一个有钱的男朋友，就算给我的奖励了。有钱的男朋友？你看我怎么样？婷婷，你怎么咳嗽了？用不用我帮你检查一下身体？老板，你真坏。不过你可得答应我，等我离婚了，你得娶我。你这不是还没离婚吗？等你领了离婚证，我们先谈谈恋爱嘛。要是你听话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老板，你好坏啊！放心，他们马上就到了。行了吧，林勇，你这种只会手工打磨技术的钳工，我们机械厂都看不上你，还真以为天盛那样的行业龙头看得上你？用不用去洗手间照照镜子，好好看看你自己，到底有几斤几两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点自知之明呢？梁启正，你听信这个女人的话裁了我，以为靠着几台受控青虫就能取代我的技术，就能得到美国大客户的订单。很快你就会知道你到底犯了怎样的错误，那个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林勇，你真把自己那点手艺当成多了不起的本事了？你有什么资格让老板后悔？美国大客户看到我们的数控骑床，只会满意的不得了。这人啊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别说你都快死了，就算你活着，也比不上德国进口的数控骑床的一根毛。那我们就走着瞧呗。明天大客户的代表就会来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后悔。好了，我懒得和你废话，把我的10万块拿出来，拿不出来我就让人打断你的腿。区10万块，就这样对待林工，你们大洋机械厂真是蠢到家了。你是天盛工业集团的总裁苏瑶苏小姐？没错，我就是苏瑶。拿钱，这里有100万，林工都是您的。多谢苏总。这10万块还给你，从此我们两清了。苏总，他就是一个低等的钳工，会一点点上不了台面的手艺罢了。愚蠢，愚不可及。没想到在你眼里，居然把林工当成一个普通的钳工。我告诉你，在我眼中，林工是钳工楷模，是大国工匠。林工，我代表天盛工业集团聘请您成为我们的首席工程师。我决定为你开出300万年薪，并且为您分配一套200平的江景房，以及每天奔驰专车接送。多谢苏总欣赏，接下来我会在天盛好好干的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。就他年薪300万，还分配住房，还奔驰专车接送。苏总，就算你们天盛家大业大，钱多的没处花，也没必要浪费在这种人身上吧？他那点手艺早就被高科技的机器取代了，有什么资格拿300万年薪啊？杨老板，你还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一个为你带来10亿订单的大国工匠，你居然不重视。你开除了他，你们这一无是处的机械厂离倒闭恐怕不远了。开除了他，我们就要倒闭？苏总，你不会以为我的厂子能拿下美国大客户的10亿订单，是因为他吧？杨老板，除了林工，你这一无是处的厂子，还有什么能被美国大客户看中呢？苏总，那你真是搞错了。
我刚刚贷款3个亿，从德国进口了最先进的数控骑床，今天下午就能送到。那可是全球顶尖工艺。正是因为这个机床，我才得到了美国大客户的青睐。贷款3个亿买机床啊？那我刚才还真说错了。知道说错了就好。苏总刚从你家老爷子手中接手天盛没几年，还是多向我们这些前辈学习吧。我说错了，是指你开除零工，注定会丢掉10亿订单，贷款买机床的3个亿自然也就还不上。所以你不只是倒闭了，还注定要破产，以后恐怕只能上街要饭了。你说什么？杨老板别激动，我听说明天早上美国客户的代表就会来你这儿检查样品。没有了零工，你那个机床做出来的东西注定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，10亿订单也注定拿不到。到时候你可以给我秘书打电话，我们天盛不介意把订单接过来。杨老板放心，你把10亿订单拱手相让，我们会给你包个528千的红包，等你破产了，说不定还能拿着这笔钱东山再起。你们，苏总，真是笑死我了！你居然认为把这个没用的钳工挖走，就能把我的10亿订单抢走？只可惜，别说他没这个本事，就算他有这个本事，也来不及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苏总对吧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做李婷婷，目前还是林勇的妻子。然后呢？我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通知苏总，我这位没用的老公今天早上检查出肝癌晚期，只能再活7天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林工他真得了晚期肝癌？没错，原本他还能去做肝脏移植手术，只可惜他这种人就没有浪费50万手术费的资格，所以我帮他拒绝了匹配好的肝源。就算你们天盛愿意帮他出这50万的手术费，也来不及了。快去联系所有最顶级的医疗资源，全世界范围内一定要帮林工找到，安排最顶级的医生为他手术。是。苏总，谢谢你。但其实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拿这么多钱救，他一条贱命哪儿配啊？而且根本来不及了。李婷婷，你这句话倒是没说错，根本来不及了。可惜来不及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很快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自作孽不可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嘴硬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难得有冤大头帮你还钱，你还不快点走？死皮赖脸的留在这里，想要赖谁呢？是啊，苏总，我得感谢你，从我这儿挖走一个大麻烦，不然万一他赖上我，死在我们大洋机械厂，多晦气啊！杨启正，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你还真是一个无耻小人。我有说错吗？这种底层人最擅长的不就是死哪儿讹哪儿吗？我之前真是瞎了眼，居然会觉得你这种人对我有知遇之恩，给你卖命10年，很快你们2个都会为自己的今天所作所为追悔莫及。苏总，您放心好了，我健康得很，根本不需要做什么移植手术，我有信心为您的天盛工业集团干上30年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可以去做个入职体检，确保我的身体健康。如果你能健康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你这样的大国工匠如果没了，那是整个大夏的损失。所以你不用担心，如果你真的生病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哪怕不为了天盛，就是为了大夏，我也一定要治好你。苏总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林勇无以为报。你不是对那订单有兴趣吗？他们肯定会丢掉订单，到时候全国可能有不少公司都会来抢。我们赶紧回集团，提前做准备吧。好。苏瑶这个贱人，以为仗着天盛的一点老底就能和我作对，只可惜他根本就不知道，我这笔10亿订单
到底代表了什么？老板，这订单的意义很大吗？当然，这订单来自全球航空龙头美国伟安公司。只要正式拿下这笔订单，那我们大洋机械厂将成为全球都炙手可热的独角兽企业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吞噬掉天盛的市场，让天盛彻底破产。哈哈哈，都是分分钟的事情。我要让苏瑶这个女人跪在我面前，给我唱征服。老板，你真厉害。那是自然，其实我那儿更很厉害。老板，你好坏，那么多人看着呢，还不走？准备在这里看现场联播呢。老板，上次伟恩航空的考察团队对林工的打磨技术赞不绝口，这个关键时刻，他去了天盛，恐怕林勇那个家伙都滚蛋了，你还帮说话？老板，我只是担心。你担心个屁！我特意进口的德国高级数控设备，难道还没有林勇他厉害啊？你要是那么舍不得那个病死鬼，你就跟他一起滚蛋！林工，看看，这里就是我们天盛为你准备的研发室，您四处看看，有需要整改的或者要什么人才物尽管开口。我已经下令，在整个天盛你拥有最高权限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整个天盛都会为你提供一切便利条件。苏总，这地方的条件我做梦都不敢想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天盛的知遇之恩的。只报答天盛，那我呢？苏总，你快看新闻，伟恩航空的订单引起轰动了。本台消息，我市的大洋机械厂将于明日9时与美国维恩航空公司签订10亿订单，这是我维恩制造业这样的里程业巨头首次在大夏选择合作伙伴。明天我将代表大夏科学院参与签约仪式，并为大洋机械厂颁奖。杨先生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以此为契机，我们大洋机械厂将成为整个江南工业龙头。哼，天盛不值一提。如果张院长真的为大洋机械厂颁奖，那我们天盛恐怕就麻烦了。是啊，苏总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们放松心情，明天去签约现场看笑话就行了。林工，你的意思是这个生意成不了？苏总有所不知，这一次美国维恩航空公司定制的是航空领域用的一批精密钢珠，这种精密钢球在制造的时候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哪怕只有0.001毫米的误差，在使用的时候都可能引发难以估量的损失，甚至会引发空难。你的意思是，杨启正的进口数控机床不顶用？那种数控机床确实是全球最顶尖的，但它生产的钢珠最多可以称之为粗胚，必须经过紧密的打磨才能使用。整个江南除了我，没有人能做到。苏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还问我？明明是你摸我。苏总，你给我的那些条件我已经很满意，你用不着亲自那个我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谁要那个你了？我知道我刚入职，你对我没什么安全感，但说实话，我对你给的待遇非常满意，你真的不需要对我用这种手段的。如果你真的看上我这个人，我还没离婚呢，等我明天下午离婚之后，你可以请我吃饭，我们慢慢培养感情。你真要和你老婆离婚啊？不是我要离婚，而是他误以为我得了肝癌，一定要离婚。至于具体是谁得了肝癌晚期，明天伟恩航空的签约会上，我
我会当面告诉他的。那她真是个愚蠢的女人。不过林工，伟恩航空的签约会上，你真有把握把订单抢下来吗？我们不需要去抢这个订单，这东西对维恩航空公司来说太重要了。只要我把样品做好，在看到它的那一刻，维恩航空就会求着我们接下这份订单。而苏总，您要做的就是准备一个大红包，好好感谢一下那个杨老板。这就是德国顶级数控机床生产出来的航空钢珠，哼，看起来好像不太精密。应该是在设备还没调试好的情况下匆忙生产出来的，精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差。等会儿，杨厂长恐怕要承受美国人的怒火了。苏总、林工，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？不过来了也好，正好让你们见识一下德国数控机床生产出来的航空钢珠。我刚刚看过了，好像也不咋样嘛。你懂个球！老子这些钢珠不但质量比你手工打磨出来的好，最关键的是生产效率可是你的千倍万倍。哈哈，林勇，认命吧，人怎么和机器比？你呀，早就被时代抛弃了。杨老板，我建议你立刻把签约仪式取消吧，这是你避免丢脸丢大了的唯一机会。林勇，你真认为大洋机械厂少了你就不行了？真是笑话。林勇，结婚3年，我最了解你了。你无非就是接受不了自己变成一个被时代淘汰的废物，你羡慕嫉妒恨，所以在这里阴阳怪气。你这个人到底什么时候能面对现实呢？李婷婷，你与其在这里说我，倒不如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毕竟留给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林勇，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有了苏瑶给你撑腰，有了苏瑶为你的病情买单，你就能活下去了？你是不是忘了，我现在还是你的合法妻子？只要我不签字，就算找到肝源，就算凑到钱，你也做不了手术。李婷婷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的行为是在杀人，是在犯罪？谁让林永永冲撞我老板，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。李婷婷，你怎么？这小白脸要死了，你心疼啊？省着点力气吧，留在他葬礼上好好哭丧。有句话倒是说的没错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李婷婷，我懒得再和你说什么，夫妻一场，我们就好聚好散吧。今天下午我在民政局等着你。都要死了，还在这里装模作样？你放心，能甩了你，老娘求之不得。小杨啊，聊什么呢？聊得这么开心。张院长、陈院士，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大夏科学院的院长张建国先生，这一位是他的夫人，医学院士陈娟女士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太客气了，今天我们夫妻就是龙套，真正的主角是杨启正杨先生。杨先生的机械厂能拿下美国维恩航空公司的订单，这可是我们大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啊！我相信不久的将来，大洋机械厂将会成为我们大夏的工业明珠。苏瑶啊，我和你父亲虽然是老朋友了，可这一次我要好好说说你了。你们江城有这么杰出的企业家，你一定向他多学习多请教啊。张院长，我觉得苏总最应该向我学习的就是识人的本事。我们大洋机械厂不要的低级钳工，苏总却当成宝一样捡走了。就这眼力，恐怕没几年天盛就要被败光了吧。杨老板，10亿和谈还没签，八字还没一撇，就这么自信啊？哼，怎么你还不服？你们天盛号称江南工业龙头，但是拿到过美国订单吗？要不这样吧，你和林勇一起来求求我，说不定我能分点订单给你们天盛，让林勇那手工打磨技术再发挥一下余热。老板，我倒是觉得这种已经被淘汰的手工打磨技术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，这种落后的企业和工人就没资格出现在这高大上的签约仪式，让他们滚蛋吧，我嫌晦气。
听到了没？我的女人让你们滚蛋，现在就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！给我住嘴！你把林勇开除了！张院长，这种技术落后的钳工，我的数控骑床都到位了，不把它优化了，难道还留在厂子里浪费工资啊？糊涂啊！你糊涂啊！这林勇的手工打磨技术我都听说过，你怎么能炒了他？你怎么敢炒了他？张院长，这个家伙，就是一个钳工，有什么值得您重视的？更何况，我们科学发展工业制造靠的是向前看，向工业化发展。他这种人早就该被淘汰了。张院长，李勇这种人，他本来就没什么本事，姑娘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的情况这么严重，不去住院治疗，怎么还来参加这种活动？陈院士，我去过医院了，就是流感。我就是医生，虽然没给你做全面检查，但我能肯定，你这绝对不是流感。我建议你和你的家人，最好是你老公一起去江城的3甲医院好好检查。你这情况需要得到及时的治疗。唉，真可怜，肝癌到了晚期才发现，只有1周内做肝移植手术才能保住命。不可能有什么大问题的，一点小病而已。行了，别影响签约仪式。好，我们等会儿再去。李婷婷，你还要等？别说这个签约成不了，就算能成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难道真的比你的命还重要？林勇，你够了！你怎么就看不得别人好呢？杨老板养了你那么多年，不就是你没用了开除了你吗？你就要诅咒他签约成不了？还有你，自己得了肝癌晚期快死了，现在就希望我和你一样短命，只可惜我没你那么晦气。到底谁晦气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希望到了你知道真相的那个时候，你还能和现在一样这么有底气。林勇，我女人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多嘴了？杨老板，你管工厂的本事不行，这找女人的本事也不行。什么盘都接，什么女人都要，只会害死自己。你，杨老板，我只是给你一个忠告而已，别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最后被这个女人赖上了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林勇，你就是看不得我好，我不就是因为肝癌晚期甩了你吗？怎么就不能接受现实呢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你自己有难，还想拖我下水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记住你现在说的话，等你去了医院，你就知道你的话是多么愚蠢，多么打脸。你够了吧你！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就应该祝福我，而不是在这里狗叫。林勇，你放心好了，等我们结婚那天，一定会给你这位前夫哥送一张请柬的。对了，到时候你都不在了，放心，我会把我们的喜糖烧下去给你吃的。杨启正、李婷婷，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这才哪儿到哪儿。诸位，今天是我们大洋机械厂和伟恩航空公司正式签署订单的大日子、好日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江南工业界的局势就要变一变了。我宣布，在场的人只要愿意取消和天盛的合作，将天盛在行业拉黑，我们大洋机械厂将对他们分享技术，也愿意将美国的客户资源介绍给大家，让大家一起赚美金。我们愿意和杨总合作，拉黑天盛。我们也想赚美金，拉黑天盛赚美金，拉黑天盛赚美金。小杨啊，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张院长，
正所谓商场如战场，我们大洋机械厂现在掌握全球最顶尖的工业制造技术，行业规矩自然就是我说了算。苏瑶，你们天盛完了。杨老板还真是自信，不过我倒是觉得，这行业规矩依旧是我们天盛说了算。很快，你就会把10个亿的订单送到我面前。苏瑶，你到底明不明白，拿下美国韦恩航空公司的订单代表了什么？这代表了大夏工业制造的最高话语权，江南工业领域变天了。你们天盛等着破产吧！杨老板会破产，难道不是你们大洋机械厂吗？毕竟，这就是压垮你们最后一根稻草。你，美国韦恩航空公司执行总裁比尔先生到。Mr. Young， 今天我代表韦恩航空来和贵公司签署10个亿的订单。为了表示我们韦恩航空的诚意，只要样品符合行业标准，我们将现场支付3个亿的定金。天啊！这是华尔街银行的支票，而且这金额不是大夏币，是美金，3个亿定金，总共10亿美金，也就是说，这笔订单相当于近100亿大夏币了。比尔总裁，你们韦恩航空的诚意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。我们机械厂一定开足马力，加班加点的完成贵公司的订单。杨先生，我们韦恩航空的诚意在这儿了。贵公司的诚意呢？比尔总裁，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诚意。Oh my god， 亲爱的杨，你们的生产效率比我想象的高100倍，大夏工业制造技术果然牛逼。我可以仔细看看吗？当然。杨老板，你们大洋机械厂的工艺不愧是全球顶尖。你们看看，这洋鬼子都被镇住了。大洋机械厂果然了不起啊！不像有的人顶着江南工业制造龙头企业的头衔，生产的都是工业垃圾。诸位，低调，低调。这只不过是我们机械厂最基本的生产技术罢了。苏瑶，你们天盛生产得出这种让美国大客户满意的产品吗？你以为把这个旧时代的钳工挖走，就能改变你们天盛破产的命运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大洋机械厂将会是全大夏最出类拔萃的工业独角兽，而你们很快就得去要饭了。杨老板，让我们要饭，你还真没这个本事。我确实没有，但是他有。比尔总裁，我希望通过贵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，拉黑天盛。杨，拉黑一家公司小事一桩。看到了没？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比尔总裁，我叫林勇，我想和您说一下这批钢珠的情况。哦，我的上帝啊，是你！你手工打磨的样品，我们公司实验室测试过，钢珠的精度不但能造飞机，甚至还能造火箭。这想必也是你的作品吧？比尔总裁，我已经被大洋机械厂裁了，这批钢珠并非我的作品，我建议你仔细验货。这样品，我的上帝啊，这样品！比尔总裁，
和一个被我们厂淘汰的钳工有什么好聊的？你赶快让人把天盛全球拉黑，然后我们继续签订单。想必你不会拒绝我这点要求吧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叫我做事？比尔总裁，你居然敢打我！你应该清楚，如果没有我们机械厂替你们生产的精密钢球，你们维恩航空就造不出飞机。如果我断了这次合作，你怎么和董事会交代？你还敢威胁我？就你这些东西，还精密钢珠？用这种工业垃圾来当样品敷衍我，还想签订单，还想我给你办事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比尔总裁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居然说我们大洋机械厂生产的是工业垃圾？那可是我贷款3个亿买的德国高级生产设备，怎么可能是商业垃圾？杨老板，如果那种东西能生产出韦恩航空需要的配件，他们公司不会买高级设备吗？轮得到你来过一手？可是，明明之前我们的样品，之前你们的样品是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没数吧？比尔总裁，鄙人是大夏科学院的院长。大洋机械厂之前生产的样品我们也检测过，确实达到了航空精度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哼，误会！张院长，你也是专业人士，你自己看看，这到底是什么垃圾？杨启正，你们机械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种粗制滥造的工业粗坯，你也敢拿出来当样品？这是把我们大夏制造业的脸都丢尽了！怎么可能是粗坯？那可是我贷款3个亿购买的设备啊！怎么可能啊？我诚心诚意来合作，可你们用这种垃圾想要骗取我们维恩航空10亿美金的订单，你们大夏科学院还给这种东西站台，这是国际诈骗！张院长，你们太过分了！比尔总裁，这件事是我们不对，我们一定会尽快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张院长，其实我觉得这桩生意未必就不能谈成。大洋机械厂说到底只是一个2流小厂，之前能创造奇迹，靠的并非什么高级设备，而是一位大国工匠。只可惜有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把这样的大国工匠给开除了。这是我们天盛生产的样品，比尔总裁不妨仔细检查一下。这难道是林先生你？这是我在天盛工业的研发室手工打磨的新样品，应该会给比尔总裁你一点惊喜。哦，我的上帝啊！这打磨精度比之前精细了1倍，这相当于1/50的头发丝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做到的？这精度已经突破世界纪录了！大国工匠，这是大国工匠啊！苏总，签合同，我们维恩航空要和你们天盛签合同，10个亿，不，以后我们维恩航空的零配件订单全部都在天盛采购。我们只有一个要求，我们所有零配件都需要林先生亲自监工和验收。没问题，林勇是我们天盛的首席工程师，在我们天盛会拥有制造端的最高话语权。苏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不，比尔总裁，你是来和我的厂子签订单的，你怎么能和这个女人签合同？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？杨老板，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？我们维恩航空看中的不是你大洋机械厂，而是林勇这位大国工匠的技术。没了他，
你们算个屁！这怎么可能？林勇，都是误会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你才是我们机械厂最大的底牌。你回来吧，我把你提升为首席工程师。不，我给你当副厂长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副厂长。万人之上，杨厂长好像忘了，你的机械厂才几百人而已。再说了，我只是一个被时代淘汰的钳工，一个不值得你花冤枉钱的废物，一个你看不起的人渣。你大洋机械厂庙太大了，容不下我这样的小人物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订单拿不到，3个亿的贷款还不上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苏总，林先生，我们换个地方谈合作的细节吧。林勇，你现在很得意对吧？把我看上的男人弄成这样，你很开心对吧？他这叫做自作孽。装，你继续装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得意多久。你技术再好又怎样？你大国工匠又如何？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你肝癌晚期，你只有1个星期的命了。林工，这……李婷婷，到了现在你还搞不清楚，得了肝癌晚期的人是你，只有1个星期命的人是你，而亲自断送掉唯一手术机会的那个人还是你。林勇，你这个王八蛋还诅咒我！你我让老孙把他那里的确诊报告拍照发我了，你要不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，这确诊肝癌晚期的人到底是谁？林勇，你是不是以为和你那个老同学联合起来欺骗我，就会信了你的鬼话？身体是你自己的，是真是假，你去医院查一下不就知道了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，如果我去医院检查，你那位老同学肯定会说我肝癌晚期，会想方设法骗我签了你那份手术同意书。林勇啊林勇，为了能活下去，你还真是什么鬼话都能说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去医院的，我只会看着你一步步走向绝望。他这样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去不去医院已经无所谓了。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我们先生的那张订单。那个，林勇，今天我们天盛能顺利和伟恩航空合作，全靠你。我今晚想在集团为你举办一场庆功宴，届时我会将你这位功劳最大的首席工程师介绍给所有人认识。行，那我今晚准时赴约。对了，这是我的劳斯莱斯，先给你开几天，过几天集团再给你买一辆全新的，算是拿下这次合作的奖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哪来冒出来的王八蛋？你没长眼睛吗？看不出我儿子的宝马是刚买的吗？万一把这种豪车蹭坏了，你赔得起吗你？李记，这是用我的钱买的吧？在别人面前你还能装一下，在我这里你有什么好装的？谁让你碰我的宝马了？我告诉你，钱到了我手里就是我的。救命钱就这样挥霍掉，
有你们后悔的时候。拿你的救命钱买宝马有什么好后悔的？别说你只是癌症晚期，哪怕你当场死在这儿，老子都不会后悔。你开心就好，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会死的人又不是我。林勇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不就是这辈子都没坐过豪车，所以想恶心我们几句吗？你求我啊，我给你机会上去坐坐看是什么感觉。妈，我看就算了吧。你看林勇像是见过世面的样子吗？哼，万一他乱摸乱按弄坏了，把他这条命卖了都赔不起。看来有的人这辈子都没开宝马的命。我确实没有开宝马的命，因为我开的是劳斯莱斯。劳斯莱斯幻影，价值1200万的劳斯莱斯幻影，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说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好的车？你是不是背着我女儿砸死了？你是不是忘了，今天下午我已经和你女儿李婷婷协议离婚了。我开什么车，有没有私房钱，和你们这一家子有什么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？你故意隐瞒夫妻共同财产，这劳斯莱斯有一半是我家的。妈，别给这个王八蛋骗了！你仔细想想，他如果真买得起劳斯莱斯，昨天还用到处求人借钱做手术吗？我看他就是死到临头了，拿出全部的钱租了一辆劳斯莱斯来我们面前炫耀，想要让我姐后悔，想要把那50万骗回去。原来是租的，我就说嘛，你一个钳工哪来的本事买劳斯莱斯？我劝你快点把车还给租车行吧，别超了时，你连租车费都还不起。行了，林勇，快点滚蛋吧，这地方就不是你能来的。这地方很特殊吗？没记错的话，我好像是专程邀请而来的。就你不怕告诉你，今晚天盛工业这庆功宴，唯有天盛集团中层以上的领导，还有领导邀请的人才有资格参加这个庆功宴。你这样的废物，这辈子都没资格进去。如果我没资格进去，那你们这一家子就更没资格进去了。让你失望了，我女朋友是天盛工业研发部的副主管，我们才是邀请而来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敢打着我们家的招牌混进去，被我知道了，我就让保安打断你的腿。妈，我的衣服被林勇王八蛋搞脏了，我去车里换个衣服。好的，儿子。医生，我想要做一个全身检查，能最快出结果的那种。行，我给你开单子，不过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出结果。慧芬啊，好久不见。宝宝，你怎么又在加班？几天不见，你怎么又瘦了？我心疼啊。阿姨在呢，别闹。季爷，今晚的庆功宴非同小可，一会儿到了现场，你们要多听多看，少说。今晚真的那么特殊？今晚这一场庆功宴是苏总为新聘任的首席工程师特意准备的。听说这位首席工程师是大国工匠，凭借着一手打磨技术，就替集团拿下了100亿订单。打磨技术？怎么可能？我真是想多了。不仅仅如此，苏总更是要为这位首席工程师谋取董事会成员的位置，并赠送一些集团原始股票。简单来说，这位首席工程师将会是我们集团的新贵。现在大家都摩拳擦掌的想要得到他的好感呢。如果我能得到他的看重，成为他的嫡系，应该就能直接转正，成为研发部主管了。我听说你们天盛研发部主管这个位置一直空缺，慧芬，如果你能上位的话，我们一家子可就跟着你荣华富贵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可千万别忘了我啊！亲爱的，我这么努力还不是为了你？等我成了主管，研发部就是我的一言堂，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总之，一会儿到了宴会现场，对那位首席工程师一定要毕恭毕敬的，明白了吗？走吧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李婷婷，谁是李婷婷？医生，是我。
李小姐，从目前的常规检查结果来看，你身体没什么大毛病。不过关于癌症的几项检查结果一时半会儿出不来，您是准备明天再给我拉单子，还是？医生，我人都来了，你们就不能搞快点吗？我可不想明天再跑一趟。好吧，那您在这里稍微再等一下，我去检验室催一下，争取尽快把最终检查报告拿出来。林勇班长，他来干什么？林勇，我们班是江南大学的王牌专业机械制造，毕业后大家都进了天盛工业，只有你脑子不好，跑去大洋机械厂那个乡下小厂。今天听说你们厂要倒闭了，怎么想来找同学们讨口饭吃啊？我找你讨口饭，我就在天盛上班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在天盛上班，醒醒吧，林勇！从你去了大洋那种小厂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，我们是天盛的精英，你是乡下小厂的泥腿子。现在你们工厂倒闭，你这种人连来我们天盛当保安都不够格。班长，林勇这个家伙多半是看到了班级群的通知，就死皮赖脸的混进来了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这种宴会和他有什么关系？行了，林勇，今天没安排你的名额，下次让你留下来长长见识。今天就算了，这钱给你打车回家，我就不送了。我是来参加今晚的庆功宴，和你没任何关系。林勇，大家都是同学，班长给你留足了面子，难道要我们实话实说？你这样的一个下等工人，没资格参加这种宴会。工人，天盛新上任的首席工程师也是一个普通工人，今晚这庆功宴就是为他举办的。哟，林勇，打听的还挺清楚啊，你和人家有可比性吗？人家可是大国工匠，马上就是天盛董事会成员了。人家这个工人和你这个工人半点关系都没有，好像和你也没关系吧？是和我没太大关系，但和班长就很有关系了。没错，我们天盛这次拿下伟恩航空的100亿订单，要专门成立一个车间，专为伟恩航空生产。这个车间至少要100人，而我很可能成为这个车间的车间主任。他为伟恩航空生产的车间，待遇肯定是天盛最顶级的。你居然有机会当上这个车间的车间主，那可得提携提携我们啊！对，班长你得罩着我们，我们同学要是都能进这个车间，那就太爽了啊！我管理的车间，谁能进谁不能进，我一句话的事情。只可惜你工作履历太差，你这种人我们天盛不要。天盛要不要我？你孙庆辉区区一个车间主任，还说不上话。林勇，别装了，你真以为自己算是个人物啊？你以为大家不知道你已经被你老婆甩了？没错，我下午是和她离婚了。我还听说你得了肝癌晚期，马上就要死了。本来我都不想打击你的，想要给你一点体面，让你自己走就行了。哼！可是你看看你自己，一个快死的人，跑来我们天盛的庆功宴上蹿下跳，你不觉得晦气？我们还觉得晦气呢！林勇，你有没有公德心啊？没几天可以活了，就别到处跑。万一一会儿你死在这儿，吓到人，你能负责吗？班长，别和他废话了，让保安把他赶出去吧，要不然别人还以为是你喊他来的呢。要是被那位首席工程师知道了，还影响你的前途呢。有道理，林勇，立刻自己滚，否则我让人把你丢出去。把我丢出去？你孙庆峰还没那个本事，那你就好好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来人！这个家伙没有得到邀请，就死皮赖脸的混了进来，把他丢出去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主管您来了，这位是？这是我男朋友李继业和他母亲。原来是您的男朋友，果然是一表人才呀！林勇怎么在这里？李先生，您认识他？哈哈，怎么不认识？他就是被我姐一脚踹掉的那个废物。谁让他进来的？这种地方是这种废物能来的吗？李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家伙是我们大学同学，他在同学群里看到我邀请大家来参加庆功宴，他就混进来了。我已经明确告知他没有邀请他了，结果他还是死皮赖脸的不肯走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就是这么混进来的啊！只可惜，废物永远都是废物，哪怕是一时间混进来了，最终也还是得滚出去。苏总，
时间差不多了，林宫应该已经到了。那我们就过去了。今晚我得让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知道，没有林勇，就没有我们天盛的今天。大家能加薪，靠的都是他啊！林宫确实很优秀，年纪轻轻就是一位大国工匠了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还听说他下午已经去和他老婆离婚了。离婚？苏总，林宫对我们天盛太重要了，你可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留下。他如果跑了，我们天盛的损失可就太大了。我连董事会的席位，还有集团的原始股都给他安排了，这应该够了吧？苏总，那可是连科学院院长都看中的大国工匠。要我说啊，你要不是牺牲一下色相，死妮子，你连我的玩笑都敢开了。苏总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！苏总，我不敢了，我这就去告诉林宫，我们苏总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还说？好，我不说了，苏总，我们还是快点过去宴会厅吧。李基，我倒是觉得，今晚最应该滚出去的人是你，还有你们这些人，因为你们在这里已经影响我心情了，让我有点不开心。现在自己滚出去，我还能为你们留点体面。林勇，你一个钳工，能不能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？还影响你心情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得了吧，你肝癌晚期都没几天好活了，还装什么呢？早点回家准备后事不行？你这个建议不错，所以你更应该趁早滚，别到时候后事都来不及好好做。我是为你着想，你阴阳怪气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大意见啊？啊，用不用打我一巴掌解解气儿啊？你敢吗你？你敢打我？王八蛋！我弄死你这个短命鬼！啊！儿子，你竟然打我儿子！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没完，这就让婷婷来收拾你这个短命鬼！婷婷，你快点过来！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们在哪里？林勇那个王八蛋，他居然敢打你弟弟，他这是倒反天罡啊！天盛工业，林勇他怎么敢的？我这就过去。医生，检查结果到底出来了没？我到底有没有什么大病？李小姐，你已经催过3次了，但再快也得再等半个小时。不等了，我就知道林勇那家伙嘴里没一句实话。医生，我现在有点事先走了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一会儿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您给我打个电话知会一声行吧？行，结果一出来，我打电话告诉你。你等着吧，婷婷马上就来了，一会儿我看你怎么死！阿姨，不要等婷婷过来，我就能收拾她。王八蛋，你居然敢打我男朋友！是他要求我打他的，我不过是满足他而已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？连我的男朋友都打，你能承担后果吗？怎么，你是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吗？我是天盛工业研发部的副主管，今晚庆功宴的主角，首席工程师十分看重我。首席工程师看中你，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？哼，高层的事儿是你一个小工人能知道的。这个家伙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主管，林勇应该是想要来我们天盛找一份工作。要死的人还找工作，不会是想要死在我们天盛，讹诈我们天盛吧？你这点心思，我会通报全行业将你拉黑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要饭都要不到，免得你死哪儿讹哪儿。你好歹也是天盛的研发部副主管，好歹也是高材生，你就这种素质，你呀，德不配位，怪不得研发部主管的位置空缺多年都轮不到你。要我看，你连天盛的保洁都没资格做。说的你能决定我们天盛的人事一样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？一个快死的钳工而已。其他人我还真决定不了，
不过你这个副主管，今天算是当到头了。这快死的人说话就是嚣张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你都要死了，我和你废话这么多干什么？王呢？王在哪里？把他的腿打断，然后扔出去。你要打断谁的腿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难道不知道今晚是在举办庆功宴吗？苏总，都怪我。今晚是我们研发部的大事儿，可是我们研发部却没做好现场管理工作，让一个肝癌晚期的短命鬼混进来了。肝癌晚期的短命鬼？就是他，我怀疑他想死在我们天盛，讹赔偿款。苏总，你放心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，绝不耽误庆功宴。你再说一次，你要把谁丢出去？苏总，你这是……林公，不好意思来迟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那倒是不会，你如果来早了，我还看不到这一出大戏呢。看来你没办法把我扔出去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能得到苏总如此看重的人，除了今晚庆功宴的主角天盛工业董事会成员、首席工程师林勇，还能有谁？首席工程师？怎么可能？他就是一个钳工，他怎么能是首席工程师？这不可能！首席工程师不是大国工匠吗？他才几岁？我不信！我们高层的事儿，何时轮到你们来质问了？你们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？他是首席工程师，他说我连天盛的保洁都干不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林勇居然是首席工程师！我听说这个职位年薪7位数。怪不得能开劳斯莱斯，原来他就是帮天盛拿下100亿订单的首席工程师，这分红不得好几千万！发达了，这次我们家发达了！姐夫，你真的是天盛工业的首席工程师啊？那外面的劳斯莱斯真的是你的啊？我是不是首席工程师，劳斯莱斯是不是我的，和你们一家有什么关系？姐夫，你这话说的，你和我姐结婚3年，感情深厚。虽然现在有点小矛盾，可是这都是小事儿嘛。小事儿？我和李甜甜下午连离婚证都领了，你还觉得这是小事儿？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离婚都是说说而已，你们怎么能真的离了？这不，婷婷现在肯定在赶过来的路上。妈给你做主，今晚一定让婷婷好好给你道歉，让她以后好好和你过日子。你们不是觉得我没本事，我快死了，巴不得快点把我扫地出门吗？现在演这一出，你们就不觉得恶心吗？我们就是……你们就是贪婪，就是想要钱，就是听说我当了天盛的首席工程师，知道我年薪7位数，奖金上千万，你们也想要分一杯羹罢了。只可惜我和李婷婷已经离婚了，这些钱和你们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就别在这里白日做梦了。林勇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，你得了肝癌晚期，你只有1个星期的命了。你一个快死的人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把钱给我们，我们还能给你准备后事，让你风光大葬。没错。你在江城无亲无故，等你死了，连给你收尸的人都没，除了我们，你还能靠谁？你们这一家子想的倒是挺美啊！我身体好着呢，还能活个几十年，你们就别在这里惦记了。林勇，你就别自欺欺人了。体检报告我看了，得肝癌晚期的人不是你，难道是我女儿？妈！林勇这个王八蛋到底干了什么？女儿，你终于来了！
你知不知道，这个短命鬼居然当上了天盛的首席工程师，年薪几百万，还开上了劳斯莱斯。你是他的合法老婆，你得让他把钱都拿出来。他的钱，他的劳斯莱斯，你最少得分一半。你告诉他，一个要死的人，就别把钱看得太重了。对啊，姐，我觉得宝马都配不上我的身份了，就外面那辆劳斯莱斯。你让林勇把车过户给我，我今晚就去跟我们校花表白。天盛真给他开几百万年薪，还配劳斯莱斯？林勇，你别理我妈和我弟，他俩就是一时激动乱说话。我们马上去给你治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病床前好好的伺候你。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我们还要好好的过后半辈子呢。李婷婷，你这能屈能伸的本事倒是比你妈和你弟弟强多了。怎么，觉得我会赚钱了，就想要保住我的命，给你们家当牛做马当提款机？林勇，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可是说好了，你负责赚钱养家，我负责貌美如花，你不会想要毁约吧？行了，收起你这副理所当然的表情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，我们下午已经领了离婚证了？这不是我闹点小脾气吗？你就原谅人家好不好？李婷婷，其实不管我是否原谅你，都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你已经没几天好活了。我之前拼尽全力想要救你，可你自己不珍惜。我让你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还没告诉你真相吗？老公，人家当然听你的话，早早就去医院检查了。虽然还有几个项目没出结果，但医生说我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还是接一下吧，这应该是医院的电话吧？接了这个电话，你差不多就可以去准备后事了。老公，你就是喜欢和我开玩笑，我肯定没事的。不信我接给你看。李婷婷女士，你的报告结果出来了，确定是肝癌晚期。我把报告放你手机上。你说什么？得了肝癌晚期的人真的是我？医生，我还能活多久？大概不到1个星期，除非什么？除非能找到匹配的肝源，但是我们这里排队要排很久，恐怕来不及了。林勇，你帮帮我，我不想死。医生说必须在1个周内找到肝源做手术。你忘了吗？昨天帮你找到的肝源被你自己放弃了。我知道，一切都怪我。你现在是首席工程师，只要你帮我，一定能找到肝源的，对不对？李婷婷，我帮过你了，用尽全力帮过你了。昨天我为了救你，想尽了一切办法。可是你不但把我千辛万苦借来的手术费给你弟买宝马，还亲口拒绝了医院安排的肝源。我告诉过你，你会后悔的。现在，你相信了吗？林勇，我们是夫妻，我们感情那么好，我真的不想死，你救救我！是你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林勇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，你救救我！现在除了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还有谁能救我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李婷婷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让你弟把宝马退了，然后去医院提交器官移植申请吧。能不能等到你自己放弃的肝源，就是你的命了。姐，你能不能把宝马退了？姐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退什么退？钱给了我就是我的。姐，求你，姐不想死。你都肝癌晚期了，浪费我的钱做什么？你就算救活了，一辈子也得躺在床上。你还想赖上我不成？我呸！死开吧你！苏总，闹剧落幕了，我的庆功宴可以开始了吗？如果你想救他，人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，我对他仁至义尽了。